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长相平平却总是演男主角的明星，耍帅扮酷演美男，到底为什么？以前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男主角，个个都仪表堂堂、风流倜傥、俊逸非凡。即便是剧中的配角也足以令人眼前一亮，但如今的男主角却总是让人难以言表。明明容貌平凡，却硬要扮演美男子，竭力装酷卖帅，却丝毫没有帅气的影子。观众们感到非常尴尬，头皮一阵发麻，完全无法理解内娱的选角标准。那么，有哪些男演员长相平凡，却总是出演男主角呢？程毅虽然长相普通，却塑造了许多帅气角色。记得网上有一张早期的合照，程毅和陈晓同框。那时的程毅只是站在陈晓身边的一个配角，两人站在一起，差距显而易见。陈晓的五官立体，眉清目秀，程毅站在旁边，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厮，脸庞黝黑且宽大，和群演没有太大区别。他竟然在几年后坐上了男主的位置，令人意外的是，他的颜值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。即使妆容精致、衣着华丽，但在特写镜头下依然显得平凡，只能起到些许效果。相比国内娱乐圈那些浓眉大眼的男明星，他绝对属于淡颜系。自然，淡颜系里也不乏帅哥，只要五官足够精致便能吸引人。但程毅的五官稍显普通，脸型不够流畅，眼睛和嘴巴都偏小。不仅容貌平平无奇，更糟糕的是他的身材也乏善可陈，幸好穿古装时还有衣服可以遮掩。他在现代剧中总是显露出身材瘦小的不足，然而尽管条件平平，自流离之后，他仍然步步担任男主角。这些角色不仅武力值爆表，颜值也相当出众。后来，他还饰演了王权富贵。动画片中的王权形象高大且带有几分少年气息，与程毅本人几乎毫无相似之处。剧中展现帅气的场面基本都是他大吐血、美强惨的人设依然如故。虽然颜值一般，但他的演技确实不错，至少能够做到不让人出戏。无论是情感戏还是其他类型的戏，只要演得好，角色基本都能被广泛认可，并因此走红。去年一念关山彻底让大家认清了他的颜值到底有多普通。与其他国内娱乐圈的小鲜肉相比，他的外貌确实逊色不少。那些人通常都有着大眼睛和高鼻梁，他的眼睛比眉毛还细，若不使劲睁开，几乎难以察觉，真是一个地道的属系艺人。眼睛小也就罢了，毕竟有不少小眼睛的帅哥。然而，他的其他五官也没有什么突出的，鼻子和嘴巴也没有特别好看。最关键的是，他特别喜欢扮演古装美男。然而，即便借助滤镜、美颜和精致的服装、化妆道具来修饰，他的颜值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，尤其是当他与剧中其他男演员对戏时，他的颜值显得格外逊色，很难让人相信他是这部剧的男主角。剧中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大帅哥，台词里也充满了对自己的自信，但这张脸与这样的设定就显得不太合适了。许多网友制作换脸视频，无论哪个古装美男换上他的造型，颜值都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。与赵露思的新剧开机时，两人的未修图对比简直惊人，一个肤色白皙嫩滑如玉，另一个则皮肤黝黑，满脸皱纹。不过，与他的颜值相比，身高也是他的一个优势。身高190的大高个子，再加上一双大长腿，整个人都能把女主包裹住。尽管他在剧中的表现并不差，但姿态仍需改进。他有些驼背，走路时也没有190的气势。只能说，想要在古装剧中演得出色，还是得多练习仪态。
尽管她的外貌被人诟病为平凡，但她主演的戏却从未间断，一部接一部，皆是古装美男的角色，不仅人设出色，武力值高，而且每部剧的搭档都是美女。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，她几乎一直没有休息，一部接着一部的拍摄古装剧，主角依旧大多为男性角色，且设定为帅气非凡，但丁禹兮的外貌却显得相当平凡。尽管她的眼睛很大，眉毛也很浓，但脸部轮廓却十分不平整，因此在镜头前看起来不够和谐，典型的猴系艺人。相比于吴磊和王鹤棣等同类浓颜的男星，他的古香鹤气势明显逊色不少。剧中的他并不像男主角，更像是男主身边的跟班，甚至有不少网友认为他有点像网红毛毛姐，这也瞬间让人出戏。其实，在早期拍戏时，丁禹兮算得上是个帅哥，毕竟他的眉眼是好看的，但实在是太难看了。剧中毫无魅力可言，他除了颜值，连身材也很普通。在盔甲和较大尺寸服装的映衬下，他的气势显得尤为弱势，肩膀窄小，根本撑不起衣服。在电视剧《70吉祥》中，虽然剧中的服化道已经相当出色，但他的身材并未能很好的展现角色的形象。虽然他的外貌平平，但他却几乎一直有男主角的戏约，还出演了备受欢迎的小说《黑莲花》。书中的男主美得雌雄难辨，充满少年感，而将近30岁的丁禹兮与之相比，确实没有任何契合之处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选角方式确实令人惊讶。最近《狐妖》这部剧彻底让大家意识到，原来龚俊的长相确实很普通。在剧外出席活动时，他以其卓越的身高和精致的五官，令不少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帅哥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在剧中暴露了自己的弱点，尤其是一开口说话，瞬间就失去了帅哥的魅力。他瞬间变成了一个普通男子，脸部轮廓崎岖不平，嘴巴微微突出，最重要的是，演技也并不出色。他在演戏时更多依靠口头表达情绪，而非通过眼神传递，这也导致许多观众注意到了他的这一弱点。而且他的颜值并不是任何造型都能驾驭，有刘海并配合打光时还算帅气，但一旦露出额头，他的五官就显得相当普通了。这张脸实在不适合出现在剧中的镜头。这几年，他的表现除了在《山河令》稍微出彩一点外，并没有其他亮眼之处。他饰演了许多男主角，却始终没有一部真正走红。即便如此，他仍然继续接演男主戏。